我救下火车上被强迫的女孩，可她却反咬一口，说我才是强迫她的人。我被警察带走，彻底失去了进入警校的资格，还被人拍下视频发到网上，连我那位烈士父亲也遭到了无端辱骂。被逼无奈之下，我妈留下遗书，一头撞死在我爸的坟前。后来因证据不足，我被无罪释放，可家破人亡的我早已无处可去。我找到那个女孩，质问她为何要污蔑我，她却轻描淡写地说：“他是金圈太子爷，当时不过是一时情绪，他喜欢我，以后我不愁吃穿，你阻挡我的未来，不觉得缺德吗？”预备警校生又怎样？还不是成了我脚下的狗！他的手下一拥而上，我瞬间失去了知觉，再一睁眼，我竟回到了救他的那天。这一次，我选择视而不见。滚开！你是谁？这是火车上，你再这样我就叫乘务员了！床体剧烈晃动，头顶的床架正在疯狂震颤，对面的窗户上清晰倒映着一片混乱。黑暗中，那画面格外刺目，我额头瞬间冒出冷汗，额头一阵剧痛，前世的画面在脑海中翻涌。我悄悄在被子下狠狠掐了自己大腿一把，剧痛传来，我真的重生了，重生在了所有悲剧开始的起点。前世我是预备警校生，那天正要去学校报到，年少无知的我凭着一腔热血，猛地飞身爬上上铺，一脚将人踢下来。男人被我踢到地上哀嚎，很快反应过来事情暴露，消失在黑夜中，而他正瑟瑟发抖，却还是爬起来跟我说谢谢，荣誉感油然而生。我让他告诉乘警，抓住罪犯才是最好保护自己的办法。入学后，我将这件事告诉了同学，所有人都说我是个合格的警校生，宿舍还给我举办了荣誉晚会。可我没想到，这次的正义会给我带来家破人亡的后果。1星期后，我正在上课，他猛地推门闯入，崩溃大喊，说是我侵犯了他，还说我在私底下威胁他，如果敢报警，就将他的不雅照公之于众。他崩溃大哭，说自己也是被逼无奈，现在才有勇气站出来，是为了不让其他人受伤害。我被他指着鼻子大骂：“你个畜生，侵犯我一次还不够，还想逼我就范！”我愣成了木桩子，被当场带走拘留。以我为荣的室友被骂成狗，学校里的同学气不过，将这段视频发布到了网上。警校生火车上强迫女孩，双重 buff 下，我直接成了惯犯，被造谣说小时候就偷拍女生裙底。亲历者们站出来发声，我爸也被扒出，说他根本不是真牺牲，只不过为了抚恤金假死。事情发酵太快，学校只能以最快速度将我开除保全名声。我多年寒窗苦读白费，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妈妈相信我没有做过这种事，可她无权无势，没有办法找到证据，只能留下一纸遗书，撞死在我爸的坟墓前。烈士家属自杀，烈士被侮辱，这件事终于被重视起来，专案组成立，最好的律师团队来见我，最终帮我成功洗脱罪名。可我妈不会复活，我的未来也没有了。就算公布了我是清白的，可没人相信，他们觉得是我假死的爸从中运作。我戴着口罩在酒店送菜，没想到那天正好是这个女孩的婚礼。照片上，她笑靥如花挽着男人，而她的新郎就是威胁她的金圈太子爷。我不甘心，冲进她的化妆间质问她为什么要诬陷我，可换来的只有一顿殴打和嘲讽，最后连命都丢了。他的手下一拥而上，我瞬间失去知觉。原来我的正义在别人眼里是缺德。再一睁眼，我回到了火车上。滚开！你是谁？我睁开眼睛，最终还是选择重新闭上，顺手拿起耳塞塞进耳朵，越来越大声的呼救，我却一点都听不见。反正他是喜欢的，不是吗？清晨的白光闪过，眼前人影重重，乘务员将我摇醒。先生，请问你昨晚在这个车厢有听见什么异常的声音吗？啊？你说什么？我昨晚戴了耳塞睡觉，什么都没听见。没事了，先生，你继续休息吧。见此，乘务员无奈地摇头走了。一路平安到达学校，我迫不及待冲进寝室。这里是除了我妈以外，当时最相信我的人，他们为我收集证据，帮我游走在各处。最后，在我放出后，帮我介绍工作。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打开了宿舍门。哟，咱们笨妞可算来了。怎么了这是？跑这么急，见鬼了？我们有个寝室群，虽然当时没见面，但我名字叫庄笨妞，他们给我取了个外号叫笨妞。上一世我还会反抗，现在却觉得嘴角酸酸的，一句话都说不出。哎，你怎么了？不会是第一次离家想妈妈了吧？去你的！咱们笨妞可是未来的江城警察，哪能这么娇气？明天就军训了，别在这发呆了，赶紧把行李整理了。就是，赶紧的，被褥都给你站好位置了，靠窗的下铺跟你提前说过的。我平安地度过了一周，本以为这一世我会相安无事到毕业，再也不会和他扯上瓜葛。可还是我太单纯了，和上一世一样，我正在上课，他猛推门闯入，站在我面前崩溃大哭。你个畜生，侵犯我一次还不够，还想逼我就范！你好，请问你是谁？我们见过吗？你撒谎！你在火车上侵犯了我，以为我不认识你就能跑掉吗？我告诉你，不可能！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不会再让其他女孩子和我一样受你的伤害。他大义凛然的样子，差点把我也感动坏了。周围的同学纷纷掏出手机开始拍摄，我却理也不理他，继续写着笔记。见状，他一巴掌拍在我脸上，扯着我的衣服领子将我拉起来。我只觉得莫名其妙，心底的怒火再也压制不住，一记重击打掉他的手，又顺势一脚将他踹倒在地。他愣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打人了！警校生打人了！
手握权力。什么东西？你有妄想症吧？见到个男人就说人家毁你清白，要不要我帮你叫救护车，送你去精神病院看看？你庄本牛，你装什么？我就算是死，也要让你绳之以法。我已经说得很清楚，没见过你，你上来就扇我巴掌，我这只是正当防卫，从头到尾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找上我。我劝你还是先去医院看看脑子，别在这儿丢人现眼，真是笑死人了，还拼死拼活说我装，天底下没比你更能装的人了吧？消息像风一样，很快学校主任就来了。都围谁干什么？这里是教室，上课时间打架，像什么样子？上一世也是主任第一个赶到，他说张宁是一个弱女子，肯定不会撒谎，一定是我做了什么坏事让她崩溃，就是他对张宁的偏袒，让我被冤枉的更加彻底。他说的话一起被发到网上，网友们全信了。庄本牛，是不是你欺负了人家女孩子？你看看你，人家都找到学校里来了。我就说你们这些男人不可靠，提起裤子就不认人。你给我过来，去我办公室，今天这事儿必须给人家姑娘一个交代。主任，我们是庄本牛的室友，这件事我们也在场，我们跟他一起去。市长是个心细的，可他不知道那金泉太子爷只手遮天，如果他们也去了，那就是整个寝室都有来无回。主任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定了我的罪，那我的清白呢？他张宁有清白，我庄本牛就没有了？还是说你和他早就串通好了，就等着我往坑里跳？我今天要是跟你走了，是不是就再也回不来了？你不去是吧？行，那你就等着被学校处理吧。这件事暂时过去了，就在我以为他们没有证据对我无可奈何之时，警察出现了。就是他。这两个人根本就不是真警察，和上一世一模一样。快啊！报市警，报市局，提我名字，庄本牛，我爸是庄建军烈士。就是他，就是他！昨天我去学校找他，他死不承认。当初在火车上，我本想找乘警，为他拍了我要是敢声张，就把照片发到网上去。我不活了！庄本牛，你还是个男人吗？就是，亏你还是警校生，未来的警察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你说我做过我就做过，我们是警校生，以后都是要为人民维护正义的。就因为他的几句话、几滴眼泪，你们就能判定他是受害者，我是罪犯？那我倒想问问，以后你们当了警台，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因为你们的主观臆断，因为几滴眼泪，魔受不白之冤，被你们害死？也是啊，咱们办案要讲证据，不能光凭几句话就给人定罪啊。对啊，他光哭，啥证据都没拿出来。你们别听他胡说，他就是罪犯，他强词夺理。都闭嘴！瞎嘀咕什么？李主任，你确定你要这么做吗？我已经报警了。你报警？你这是贼喊捉贼！这里就有警察，等真警察到了，我看你往哪里跑！这两个根本就是张局找来的辅警，就是来走个过场吓唬他的，真的来了，全露馅了。主任找来我的手机，想让我退警。解锁！你这是浪费警力！就你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成为警校生。来了，我赌对了。你们在干什么？你干什么？你这是袭警！你们肯定是庄本牛找来的演员。是，你叫来的是真英雄，我叫来的就是演员。那正好，咱们所有人一起去局子里走一趟，好好说清楚。李主任，你这是忙着去吃饭吗？别急着走啊，这事儿因你而起，你不得一起去说清楚？老实点，上车。帽子叔叔，我再重申一遍，在这个女生闯进我们教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她叫什么，连她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我在火车上睡的是她下铺，全程戴着耳塞睡觉，什么都没听见。这件事，当时的火车乘务员可以作证。你是不是给他们好处了？你是不会录他们了？帽子叔叔，我抱着必死的决心来这里报案，你们就这么眼睁睁看着犯人从审讯室里走出来？就因为他是警校生，他爸是烈士，你们就无条件包庇他？你们对得起身上的衣服吗？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到底是谁对你实施了侵犯行为？火车上有乘务员，总会有人看到。你好好报案，提供嫌疑人的特征信息，我们自然会帮你抓人。你一直抓着我不放，不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你吧？张女士，你冷静一点。我们已经和火车上的乘务员核实过了，庄本牛确实清白的，他当晚全程戴着耳塞睡觉，没有离开过自己的铺位。我不听！你们都被他收买了！我说的是真的。我看你怕是真的有病吧？从哪个医院跑出来的？阿龙，你可来了！他们都
欺负我，他们不相信我。虚龙，上一世就是他毁了我的一切，这一世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好了好了，宝贝儿，别哭了，我这不是来帮你出气了吗？别怕，有我在。张局，我女朋友在你们这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不得给我个交代？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抓起来！受害者都指认了，竟然还敢把人放了，怎么回事？是不是都不想干了？原来他们真的是警察，不过是刚入职2天的辅警，就学会了巴结领导，和上一世一模一样。贿赂？我徐龙还不需要做这种事儿，谁让你刚好在那个车厢呢？小子，自认倒霉吧。你就不怕被有心之人追责吗？追责在京泉，我徐家就是规矩。小子，上一世你坏了我的好事，这一世我照样能让你生不如死。他怎么会知道？不对，不可能，他不可能也重生了，他只是在诈我。徐龙之所以非要找我当替罪羊，是因为那天在火车上，他强迫的不止张宁一个人，还有京都苏家的小女儿苏月天。苏家的势力远在徐家之上，他惹了苏家，必须找个替罪羊顶罪，才能平息苏家的怒火。这件事前世我死后才被揭发，这一世我要牢牢抓住这条线，让徐龙和徐家万劫不复。这就不行了，你不是自诩清白吗？我被你毁了，阿龙不计较我的过去，可我不能不计较，我一定要让你牢底坐穿。老总，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不能随便抓人，把他给我带走，关起来。张局，你刚才说的话、做的事我全都录下来了。如果今天庄本牛走不出这里，我就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评评理，看看你们在干什么。带走，把他给我带走，关起来。我没有强迫张宁，你们这是暴力执法，我出去一定会告你们。我看谁敢动他。关队，你怎么来了？张宁，你要是再敢污蔑他，我不介意现在就把你父母叫过来，让他们好好看看他们的女儿到底在做什么勾当。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管我的事儿？你爸是不是最近太闲了，管不好你这个儿子？我不介意帮他管管。你个混账东西，我平时怎么教你的，你就给我在外面惹是生非。你个不争气的东西！我和你爸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就给我们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我站在一旁看着眼前的闹剧，心里说不出的畅快。这都是他们应得的，上一世他们加诸在我和我家人身上的痛苦，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爸爸最亲爱的徒弟，也就是救我的关科大哥。好小子，不愧是你爸的儿子，有骨气。谢谢你，科哥，要不是你，我今天就栽进去了。跟我客气什么？你爸是我师傅，他牺牲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和你妈。我知道了，以后有事儿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今天正好是周末，我要回家，我要去见我妈。上一世我知道她死都没能再好好抱她一次，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让她受半点委屈。这小子，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军训前不放假吗？妈，我想你了。多大个人了，还跟个小孩子一样往妈怀里钻。男孩子要顶天立地，不许哭鼻子。妈，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行了行了，别贫嘴了。知道你要回来，特意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快洗手吃饭。就在这时，客厅的电视机突然跳出一则直播报道。受害人张宁小姐前往嫌疑人庄本牛的家中，为大家带来现场报道。对，庄本牛就住我们这个小区，他爸爸可是烈士，为了救老百姓牺牲的，是我们全小区的榜样。本牛还有和你叫一个名字，也住咱们小区，这么巧？妈，不巧，一点都不巧。他说的人就是我。我把从火车上到学校再到警察局发生的所有事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了母亲。儿子，妈相信你，你是你爸的儿子，你绝对干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你放心，妈一定帮你讨回公道。庄母立刻拿起手机给关科打了个电话，电话刚打，家门口就传来了张宁尖利的喊叫声。庄本牛，你给我出来！你毁了我的清白！你以为警察找不到证据，你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了吗？你给我出来！家人们，我们现在就在庄本牛的家门口。妈，你坐着，我来。快点开门！本牛啊，你快出来吧！这年头可不能做这种对不起人家姑娘的负心汉啊！你们看看，还说什么烈士家庭？我看啊，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没什么人品。他爸真的是烈士吗？不会是假死的吧？就是，他还是警校生呢，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警校生怎么了？成绩又过滤不了人渣。这些话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我闭上眼睛，前世的画面再次涌了上来。但我不能退缩，只有硬刚才能拯救我家。庄本牛，你涉嫌一起强迫案，请跟我们走一趟。又是这套，看我回家了，觉得我孤立无援好拿捏是吗？张宁，当时在警察局，我们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我和你在火车上没有任何接触，列车上的监控、乘务员的证词都能证明我的清白。你口口声声说警察找不到证据，
可我却被你叫来的人一次又一次的囚禁。你这么有本事，这么有背景，怎么就找不到真正侵害你的人的证据？你们干什么？故意的是不是？他爸是烈士，为了救老百姓连命都没了。你们这么做不是让英雄寒心吗？以后真遇到危险了，谁还敢站出来救你们？围观的邻居们看到烈士遗像，不少人都心虚的往后缩了缩，不敢再乱说话。谁能保证烈士的儿子就一定是好人？一个弱女子，要不是真的受了委屈，怎么会豁出脸面找上门来？阿姨，还是您懂我。你口口声声说要找回公道，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只想要公道，不想要赔偿？当然是要公道。哦，那就是不需要赔偿了。你这么无私，肯定只想让真正的犯人牢底坐穿，对吧？那可不能便宜了你，该要的赔偿我一分都不能少。那你就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就带着记者跑到我家门口直播，公然网暴我，毁坏我和我家人的名誉，扰乱公共秩序，我照样可以报警抓你。你根本就不是想要什么公道，你就是想要钱，只不过我倒霉，刚好和你在同一个车厢。你看，这就是证据，这就是他当时在火车上的照片。就这一张我上火车的照片，就能证明我强暴你了？你好，我们是省厅特派专案组，特地过来调查张宁被强迫一案。现在所有当事人都在场，麻烦各位跟我们走一趟吧。早在回家之前，我就找了关科，把所有的情况都上报了。关科高度重视，立刻提交了成立专案组的申请。审讯室里，我对面坐着6名专案组的警员，从中午到晚上，同样的问题他们已经问了不下100遍。庄本牛，你再好好想想，火车上当晚你真的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看见？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当晚全程戴着耳塞睡觉，没有离开过自己的铺位，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看见。在张宁闯进我教室之前，我根本不认识他，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总不能因为我和他买了同一个车厢的票就给我定罪吧？庄本牛，我们知道你父亲是烈士，你也是预备警校生。你要是真的做了，现在主动交代，我们会宽大处理。你主动交代和我们查出来，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为了你，现在在外面心力交瘁，网上的直播已经传疯了，你家现在被围得水泄不通，你忍心吗？你们想让我认罪，用我妈来逼供，可她绝不会像你们一样空口无凭就认下莫须有的罪名，她只会相信我，支持我。庄本牛，你再好好想想，火车上当晚你真的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看见。我劝你们别一直抓着我不放，你们一直盯着我，当心后院着火。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已经让人通知了京都苏家，你们应该不知道，当天晚上的那趟火车上找陈锦报案的不止张宁一个人。这么重要的信息，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不说，不代表别人不知道，不代表警方查不到啊。庄本牛，苏小姐想跟你聊聊。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好戏终于开场了。接待室里，徐龙翘着2郎腿坐在沙发上，一脸得意的笑，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即将大难临头。手机屏幕里是我录制的实名举报视频。我叫庄本牛，我实名举报京圈徐家的徐龙，在 K386次列车上强迫2名女性，其中1名是张宁，另1名是京都苏家的苏月天小姐。据我所知，当时的列车乘务员手里有相关证据，却碍于徐家的势力不敢上报。我以我父亲庄建军烈士的名誉担保，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属实。徐龙看到视频，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脸色惨白。上一世，苏月天的哥哥为了给妹妹讨回公道，走访了很多当时在列车上的人，可所有人都被徐家威胁了，就算手里有证据，也不敢拿出来。这一世，我在张宁带着记者去我家直播之前，就让我妈把这条实名举报的视频发了出去，全网发酵，谁也压不住。这里面是徐龙强迫苏月天小姐的完整证据，还有徐家多年来偷税漏税、官商勾结的全部材料，是我母亲帮我整理，帮我全网发布的。我母亲是个优秀又独立的女性，她始终相信我，不像某些人拿着自己的清白当筹码，把无辜的人拉下水，甚至恩将仇报。徐龙，你涉嫌2起强迫案，现在依法对你执行逮捕，跟我们走一趟。张宁，你涉嫌伪证罪，庄本牛先生的母亲已经向法院对你提起诉讼，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好小子，真不愧是我师父的儿子。爸妈，我做到了，我守住了您的名誉，护住了我的家。正因为我是您的儿子，我才始终坚信光明终会穿过云层，驱散黑暗。3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从警校毕业，顺利进入市局，成了关科的徒弟，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妈妈坐在沙发上摘着菜，笑着跟旁边的老姐妹打电话，高兴的2只手都忙不过来。是啊，我们家本牛今天又立功了，抓了个潜逃多年的通缉犯。他爸要是泉下有知，肯定也高兴。等周末啊，我就去墓园看看他爸，跟他好好念叨念叨。挂了电话，我妈笑着摇了摇头，起身去厨房做饭。后来我才知道，徐龙的案子，苏月天根本没给他半分和解的机会，直接把他告到了底。苏家还拿到了徐家偷税漏税的全部证据，直接举报到了税务总局和中纪委。徐家一夜之间崩盘，
股票被做空，公司破产，最后连地皮都被苏家收购，推平进了个垃圾场。徐龙的父亲受不了打击，直接跳楼自杀。徐龙被判了无期徒刑，张宁也因为诬告陷害罪和伪证罪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他出狱之后，他的父母找到我，跪在我家门口求我放过他。小庄，求求您放过我们家宁宁吧，她也是一时糊涂被徐龙骗了。你是个男孩子，这点事儿忍忍就过去了，你怎么就做这么绝呢？小三说我们给你赔钱，你要多少我们都给，你就高抬贵手饶了宁宁这。忍忍就过去，那你们也忍忍吧。张宁总有一天会刑满释放的，一切都会过去。妈，我回来了。回来啦，快洗手，今天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我看着厨房里母亲忙碌的背影，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落在她身上，温暖而耀眼。那些前世的苦难都已经化作了过眼云烟，一切都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这一世，我护住了我想护的人，守住了我该守的底线，活成了我爸希望的样子，真好。